听了他最爱的挪威金属乐队的3小时演唱会后，昂雅发现自己听不清朋友对演出的欢呼，朋友仿佛是在房间的另一头和他说话，他嗡嗡作响的耳朵很难分辨出朋友阴哑的声音。第二天早上，这种情况基本消失了，但是安雅依旧心存疑惑，是什么导致了昨天的症状？她的听力会完全恢复吗？她可以在不损伤耳朵的情况下继续去现场演唱会吗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声音，以及我们是如何听到声音的。如同鹅卵石在水中激起涟漪，声音是由位移的分子在空间中振动而产生的。振动可以通过固体和液体传播，而我们的耳朵已进化到能处理空气中传播的振动，这些气压波进入我们的耳道，并在鼓膜上反弹。3块相互连接的听小骨名为听小骨链，随之将这些振动传递至耳蜗，将气压波转化为耳蜗液体的振动。于是我们对听觉的感知开始形成。液体机械波会使耳蜗基底膜移动，这是一个排列了数万毛细胞的组织。这些毛细胞的特定振动和每个毛细胞顶部颈纤毛的摆动，决定了我们大脑感知的听觉信号。不幸的是，这些细胞十分重要，但也相当脆弱。2种声音属性能够损害这些细胞。首先是音量，音量越大，振动的压力越大。尽管耳朵能承受的上限因人而异，但近距离接触超过120分贝的声音，会立即弯曲或震破毛细胞，从而导致永久性听力损伤。更响声音的压力甚至可以使听骨链脱位或耳膜破裂。另一个属性是声音的持续时间。危险的大音量几乎能对耳朵造成瞬时伤害，不过长时间暴露于较低的声压下也会损害毛细胞。例如，在使用烘手机的20秒内，它的噪音是安全的，但如果连续听8个小时，这个相对较低的声压会过度使用颈纤毛，并使毛细胞的支持组织肿胀。肿胀的毛细胞无法以正确的速度和精度振动，令听力变得模糊不清。这种听力损失被称为暂时性阈值偏移及听觉疲劳，很多人一生中至少会经历一次。在安雅的例子中，演唱会的喧闹只需3小时就能导致这种情况。幸运的是，这是一种暂时的疾病，通常会随着时间推移，肿胀消退而消失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只需避免危害性的声音，就足以让毛细胞恢复。一次暂时性听域偏移不太可能会造成永久听力损失，但是频繁暴露在危险的声音水平会导致各种听力障碍，例如持续嗡嗡作响的耳鸣，或在嘈杂的环境中难以分辨他人说话。过度工作的毛细胞也会产生名为活性氧的危险分子，这些分子携带未配对电子，驱使它们从附近细胞中偷取电子，并造成内耳的永久性损伤。你可以采用很多方式预防听力损失。有关耳塞式耳机的最新研究建议，如果一天使用耳机90分钟以上，最好将音量控制于80%以下。降噪耳机也能帮助你降低音量收听。对你的听力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对保护听力系统极为重要。和眼睛与牙齿一样，我们的耳朵也需要年检。尽管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听力学家，但是全球相关组织正在研发便携式听力测试以及方便使用的 App， 将这些重要资源带到偏远地区。最后，在你知道自己要长时间暴露于大音量声响时，戴上耳塞。耳塞的有效性取决于你戴得多好，所以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。不过，只要正确的使用，耳塞能确保你在未来的无数夜晚可以继续欣赏你最爱的乐队。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？观看这些视频可以挑战您认为自己知道的事情，或者了解更多您不知道的事情。订阅并保持好奇心。